好的，那么在我们把 PC 和这个网络设备连通之后，那么再往下呢，我们要在 PC 上开启一系列的服务在我这儿呢，我使用了一个软件叫做 3C Daemon。我在这儿使了一个软件叫做 3C Daemon。这个软件呢可以去使用，就是它模拟 FTP 服务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可以模拟 TFTP 服务，可以模拟 FTP 服务，还可以模拟这个 syslog 服务它3个都可以模拟。那么在网上呢，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免费的工具都可以来完成这个功能。当然了，我在这儿呢只给大家一个模拟，我们的课程里面不详细涉及这些服务该怎么去建立我们的课程里面不涉及服务如何去建立，我们只涉及这个路由器上怎么操作。好，首先我们先来看 FTP 的操作。我们之前说到，路由器可以作为 FTP 的客户端，也可以作为 FTP 的服务器。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路由器作为 FTP 的客户端，那也就是说我这儿应该有一个 FTP 的服务器咯，我的 PC 就是 FTP 服务器，它们两个之间如何来完成操作。注意，首先要求你的 PC 和要求你的这个路由器和这个 FTP 服务器之间 IP 至少是可以连通的，就是说它们至少应该在同一个网段我刚才已经配置好了。好，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FTP 服务器，我点一下 FTP， 然后在这儿我们先点一下设置，用户名 FTP， 密码123456校验123456。我先 FTP 大家都用过，它是有用户名有密码的，我先把密码设定成123456，然后在这儿注意有一个目录有一个路径，这个路径呢我们可以去我们的随便找一个路径就可以了比如说选一个 RDP 也可以，选一个 HCIE Lib 也可以无所谓，选一个就可以了。这个呢一会儿登上来，那么它就是你的服务的路径，然后点应用是，然后确定，然后开启这个服务。这个时候我发现正在监听有这个 10.1.1.1 这个端口了 OK。 那么其实这样呢就说明我的服务器现在是一个，我的 PC 现在是一个 FTP 服务器了。我们来看在路由器上如何完成这个 FTP 的配置或者说完成 FTP 客户端的功能。首先路由器默认自己就有 FTP 客户端的功能，你要在用户模式下，记住这个依然是用户模式下，用 FTP 这个命令注意 FTP 后面跟上 IP 地址就是服务器的 IP， 你就可以进到服务器下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在路由器上注意用户模式，我现在是接口模式，所以我直接敲一个 return 回到用户模式下去，然后 FTP 10.1.1.1 我的 PC 的 IP 地址回车。这个时候你看进去了，告诉你这是 3com 的 3C Daemon 这么个服务器版本，用户名 FTP， 密码123456。这个时候你看它的方式，它的提示变了，不再是主机名了，而是主机名减号 FTP， 这说明你作为一个 FTP 客户端登录到了我的服务器上登录到了我的服务器上。那么你登录上去以后，这个又不像是我们的图形界面，怎么办？ dir 命令可以在 FTP 的这个里边呢去显示什么呢？去显示这个你这个目录下有什么文件你这个目录下有什么文件？比如说呢，我有一些文件比如说 HCDA HCIE 包括这个什么 TFTP test 还有一些中文的它这个有的东西呢，有的版本里面是支持中文显示的，但是大多数的版本呢是不支持中文显示的，这个地方会显示成乱码这个你就尽量不要有中文就是了。然后好，一共有这些东西，比如说我想把这个文件拿过来 tftp-test.txt， 我想把这个文件下载下来怎么办？我如何去下载呢？
FTP 的下载命令叫做 get 啊 get tftp 杠 test 点 txt。好，准备接收，然后接收完成，这就说明传完了啊，这就说明传完了。那么传完了以后，我们怎么看呢？我们先退出去 ，quit 退回去，退回去以后 dir 看在你的当前目录下多了这么一个玩意儿，51个字节，跟刚才这边看到的是不是一样啊？51个字节啊，一样大的。所以说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叫下载完成了。下载完成了，那么我现在还想什么呢？还想通过 FTP 上传，上传哪个东西呢？咱们把这个个头稍微大一点的 SSL VPN 点 zip 给它上传上去。好，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它上传上去，我们先复制一下。好，那么依然是 FTP 10.1.1.1登录这个服务器，用户名 FTP， 密码123456。那么FTP 的上传命令叫做 push， 然后 push 谁呢 ？SSL VPN 点 zip 这个文件名。FTP 的这个上传命令呢叫做 put， 啊 put 谁呢 ？SSL VPN 点 zip。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正在往上传。传了一段时间，传完了，然后文件传输成功。那么我们倒是要看一下了 ，dir， 看这个目录里边就有 SSL VPN 点 zip 这个东西了。这个是我电脑上的 FTP 的目录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电脑上面这个 HCIE 点 lab 这个文件夹多了一个 SSL VPN 点 zip 这个文件啊，800多 K， 刚好是我们看到的。刚好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文件的大小，就是我们的 Flash 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对吧？828K 就是800多 K 的这么一个文件，这就说明我们的 FTP 是可以正常的完成上传和下载的。Quit。好，那么这个呢是我们介绍路由器作为 FTP 用户来完成的操作。这个是路由器作为 FTP 客户端来完成的操作。其实呢，除了 FTP 以外我们还有路由器还有一个什么呢？路由器呢还有一个 TFTP 我们跳过这个，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路由器作为 server 的。还有一个是 TFTP， TFTP 呢也可以作为客户端来传递，而且我们的路由器是只能作为客户端来使用。TFTP 路由器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服务器了。那么我们下面来看 TFTP 怎么用。我们双击这个FTP 我们就做完了，我们把它 stop 掉我们把 FTP 这个程序 stop 掉，然后我们把 TFTP 打开。在打开之前，我们也先设定一下目录还是这个目录 HCIE Live 这个目录，然后确定启动。那么我的 TFTP 服务器就已经建好了。那么对于一台设备来说 ，TFTP 服务器怎么用呢？注意，这个就不像 FTP，TFTP 没有用户名密码的限定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限制。所以说呢，对于我们来说TFTP 是一条命令来完成的。这个命令呢，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首先，你要先写 TFTP， 然后写上服务器的这个地址。这一段呢叫做连接地址为它的服务器。连接完了以后，注意后边依然是 get 某个文件，或者是put 那个文件。但是如果你是 get 某个文件的话，后边你要加上一个文件目录，就是把这个文件下载到什么地方去把这个文件下载到什么地方去。好，那么我们依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把这两个先删掉delete ETE delete private 不是 private 叫 TFTP test 点 txt yes， 然后reset recycle bin yes， 把这个删掉 dir 那么就没有那个 TFTP 那个文件了没有那个 TFTP 点 txt 那个文件了。下面我们来看
tftp， 10.1.1.1， 这是连接这台服务器，然后 get tftp 杠 test.txt， 注意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去 dir 出来到底有什么，你必须明确的知道这个文件名。啊，记住啊，这个地方你必须明确的知道这个文件名，放到哪儿呢？然后下载到 Flash 下的 DHCP 这个目录下。注意，我没有把它下到 Flash 根下，而是把它下到了 DHCP 这个目录下。然后 tftp 点 txt。好，这个地方会告诉你 download 的100%完成，然后 dir 看，根目录下并没有这个东西，但是 cd dhcp 再写 dir， 不是这个东西出来了啊，这个东西出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文件冒出来看一下 ，tftp 点 txt 啊，反正就是我瞎写了一大堆什么字母呗，反正是个文本，我们能看得明白，对吧？啊，一堆数值。好了，这个呢就是路由器作为一个 TFTP 的客户端，从 TFTP 服务端去获取这个文件的一种办法。这种文件办法呢，反倒在我们的工作中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常用的，因为 TFTP 呢很好去做。啊，就是有很多程序呢都可以让自己支持成为一个 TFTP 的服务端。你拿着电脑跑到机房去或者怎么样啊，只要把它能连上啊，只要能让你的电脑和这个对方的设备能够进行 IP 级别的通信，就是 IP 能够访问，那么你通过 TFTP 就传一个小文件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个非常便捷。所以说很多工程师还在用这个东西。那么最后呢，我们翻回头来啊，我们在下面呢来看这个 FTP 的 Server 版。我们说路由器是支持 FTP 的服务器功能的啊，我们路由器是支持 FTP 的服务器功能的，它可以作为一个 FTP 服务器，然后我们用户端或者说我们的 PC 作为一个客户端来进行 FTP 的上传和下载，这个就比较好用了啊。但是一个路由器要想作为一个 FTP 的服务器，它是必须要进行以下配置的。第一条命令 FTP Server Enable， 注意以下所有的配置都是在系统模式或者说系统视图以及系统视图以后的扩展的一些模式才能够配置的。这个地方啊不再进这个用户模式配了。第一条命令 FTP Server Enable， 这条命令是打开这个设备的 FTP 功能啊，让这个路由器可以支持 FTP 服务器这个功能。然后我们要在这儿写一个3A 啊 AAA， 这个是干嘛呢？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了 FTP 是要用户名密码的，那么用户名密码你在哪儿设定啊？在这个3A 里边去设定。所以说呢，你要先写一个3A， 然后进到3A 的这个模式里边去以后，在3A 配置模式下，注意 Local User 华为 Service Type FTP 啊，其实这个应该是后边的命令。我们第一条命令是 Local User 华为 Password 这个 Simple 啊，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设备不支持了，我们现在支持的是 Cipher 加密保护。华为这是什么呢？这个叫用户名，前边的这个叫用户名，后边的这个是密码。一会儿呢，我们将这个配置为 FTP， 密码还是配1234566。啊，我们的密码都是很简单的啊，反正我平日里不会用这个密码就是了。好 ，local user， 然后密码配好，这是第一条命令。第二条命令其实才是这个啊，就是在3A 里面第二条命令才是这个。这个用户创建完了以后，给什么服务来使用呢？被 FTP 服务来使用，所以是 local user 华为 service type FTP。啊 ，local user 华为 service type FTP。第三条命令 ，local user 华为 FTP directory
啊，就是 FTP 的路径是什么呢 ？Flash 下的 FTP 什么什么，这个地方就是用户登录上来以后只能操作哪个目录。在这儿我们不做特殊的限定，我们就直接写一个 Flash 根目录就可以了。其实在这儿还有第4个命令，你要给这个 local user 写一个优先级 privilege， 要不然的话登不进来。啊，优先级至少是3，一般我们写15。要不然这个用户登不进来。这4条命令满足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把 PC 作为一个客户端进行登录了。但是要注意一点的是，我们的这个 ENSP 里边所提供的这个模拟的 PC 啊，它是没有 FTP 功能的啊，它只能去拼和 trace， 没有别的功能。所以说呢，其他的功能我们要通过桥接啊，就通过云的桥接来完成。好，我们先把这个 3CD 的这个东西停掉，然后把这个服务关掉了。因为我不需要我主机在做服务端了，啊，我不需要我的这个主机在做服务端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路由器上做配置。我要让这个路由器变成一个 FTP 服务器，所以说第1条命令 System View 先进到系统模式，然后FTP Server Enable。先把这个 FTP server 的功能给它打开，然后 AAA 进到3A 里面配用户。什么用户呢？第1条命令 local user 本地用户 FTP password cipher 啊，在这儿呢你可以看到一个选项的字样啊，就只有一个东西让你选择，必须写它，没有别的选项 cipher， 这个叫做加密显示，密码123456。好，它提示你增加了一个新的用户啊，这个用户就已经有了。第2条命令 local user FTP service type FTP， 这个 FTP 刚刚建立的这个 FTP 用户被用于做 FTP 服务啊，这个 FTP 前边的这个 FTP 叫用户，后边的这个 FTP 叫服务，这2码事啊。好，第3条命令 local user FTP 啊，还是这个用户。FTP 的目录是什么呢？它登进来以后给它哪个目录呢 ？Flash 根，就是登上来，直接让它登到 Flash 的根目录下去。最后一个命令 Local User FTP Privilege Level 15，这个地方必须写一个大于3的数。这个 Level 呢，你可以看到啊，是写0到15这么几个让你选，然后呢。必须大于3，所以说干脆我们就让它等于15就 OK 了啊 ，level 15。好了，那么我们来 display this， 看看在这个模式下配了哪些东西。注意，有一些这几个东西啊是这个系统默认给的，你不用管它。我们配置了这么几条命令，凡是跟 FTP 有关的都是我们配的。好，第1条命令其实是。Local user FTP password 这个地方啊，其实是1234566，它给你把这个1234566加密了啊，所以就显示成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东西，反正你看不懂就是了，谁也不能看到这一段密码显示，琢磨出来这是1234566吧？啊，这个是用户名密码，然后第2个用户等级15级，第3个 local user FTP。啊，这个是你的 FTP 的用户登录以后的这个路径是什么？最后这条命令，这个用户用于 FTP 的服务操作。好，这4条命令大家是要记忆一下的，都是以 local user 开头，针对某一个用户做了哪些设定。好，做完这个以后，我们再来看，我的 PC 上有 FileZilla 这个工具，这个是一个很流行的 FTP 工具。啊，这是一个很流行的 FTP 工具，然后。主机，好，看我有没有啊？10.1.1.2，我们清除掉历史栏吧。好，主机10.1.1.2，啊，这是我们的主机，就是 FTP 服务器，就是你的路由器嘛。用户名 FTP， 密码1234566，端口不写，默认端口，点快速连接，进去了。然后看这儿啊。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我们登进去以后可以看到什么 vrp.config 呀，什么201506100601啊，有一个 DHCP 目录啊，点开这个目录看，还有这个，然后你可以断掉，对吧？
这些东西在我们这儿，用户客户端可以以图形化的方式显现。那么你比如说我想上传一个文件，那么 OK 啊，你可以把这个，比如说我想把这个 SSL VPN 这个东西传到这个文件夹里面去，那你可以直接拖拽了。啊，这个你是可以直接拖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你想把这个下载下来，你就把它拽下来就好了吧？啊，注意，在这个里边你就可以用图形化界面了。所以说我个人建议是能用这种方式传东西，尽量用这种方式传。当然，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隐患，就是说你传完了这些东西以后，你要在路由器上把 FTP 的这个功能给它关掉。啊，就是在系统模式下 FTP server 啊 enable 啊，然后呢你把它关掉，关掉怎么办呢？在这个命令前面加一个 undo 啊 undo 就是不执行这条命令，就是将这个功能关掉。否则的话呢，一台设备开着很多无用的服务，对于系统安全来说是有影响的啊。但是这个东西是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们最习惯的，也是最常规的啊，一个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就是用客户端去登录这个 FTP 的服务器。好，我们把它断开这个连接，退出，然后我把这个关掉 ，undo FTP server enable 啊 ，undo FTP server 就可以了。到这儿，好，它会给你一个提示 ，success in closing the FTP server。就是可以成功的关闭掉 FTP 服务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FTP 关闭就没有问题了，你再登就登不进去了。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 FTP 的 server 啊，你也可以获取文件，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开图形化界面，上传、下载，直接拽来拽去就 OK 了。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文件的一个通过网络啊来完成的一个文件的传输。那么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再回想一下刚才我们所做的这个配置的时候，我们说可以保存一个配置文件为另外一个文件名，保存完了以后怎么办？通过 FTP 或者 TFTP， 你可以将你保存的这个文件上传到那个服务器上去。服务器的空间是很大的，存储空间是很大的啊。对于路由器的 GB 级别的这个存储来说，服务器对吧？一个硬盘怎么也好几百个 G， 那么对于服务器来说呢，它基本上就属于无限的存储空间。那么而且服务器的保存的时间呢，也会比这个要长啊，也会比你的设备要长。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的服务器就可以完成配置的存储。当然，除了配置的存储以外啊，比如说你升级系统啊，一个好几百兆的文件，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个人建议，能用 FTP 的时候不要用 TFTP。因为 TFTP 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慢的 ，FTP 是比较快的。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